不管你信不信，眼前的這些好看的冰淇淋都是在家裡就能做出來的，不用冰淇淋機，也沒有奇怪的材料，也是我心目中最簡單的冰淇淋做法，應該沒有之一。大家好，我是八梅，馬上就要到夏天最熱的時候了，很快也要放暑假了。今天我準備來跟大家分享幾個在家裡就能做的冰淇淋，就是保證所有人在家裡都能做的那种，從大師配方到江湖土方都有，反正就是你學会了以後在家裡都能橫着走的那种。如果你喜歡抹茶，那這款特濃抹茶冰淇淋你一定不能錯過。配方來自在京都宇治有300多年制茶歷史的丸久小山園。我在一本10幾年前他們授权出版的關於抹茶的食譜裡，找到了這個招牌特濃抹茶冰淇淋的做法。材料竟然只有4種，就是奶油、雞蛋、糖、抹茶粉。雞蛋只需要用到蛋黃，蛋清你可以加點老乾媽炒一炒，很下飯。蛋黃裡加上細砂糖打發。你看到蛋黄體積膨脹，顏色發白，像這樣質地綿密，可以像綢緞一樣的落下來，這樣就好了。因為是特濃抹茶冰淇淋，所以這裡很奢侈的會用到20克抹茶粉。因為奶油是冰的，冰的奶油不太好把抹茶粉化開，可以先用一點溫熱的淡奶油，把抹茶粉化成抹茶醬，再過篩到準備好的淡奶油裡。醬蓉和打發的抹茶奶油就會很細膩，不用打太多的空氣進去。只要奶油變得有點像比較濃稠的酸奶，這樣就差不多了。這時候可以把剛剛打發好的蛋黃糊糊放進去，用打蛋器低速輕輕的混合均勻就好了。你看很細膩，顏色也很好看，這樣就可以裝到盒子裡，放到冰箱冷凍至少5個小時。哎，你在幹嘛？你要吃冰淇淋啊？看看，凝固以後它就是抹茶冰淇淋。可能你之前看到過很多冰淇淋的做法，如果不用冰淇淋機，吃起來就会有冰渣，但這個完全不會，細膩順滑的口感竟然這麼簡單就做出來了。如果你覺得這個100年老鋪的抹茶冰淇淋還是太複雜了，那這個只有2種材料的自制麥旋風你一定會喜歡。在我心目中，這就是最簡單的冰淇淋做法了，沒有之一。奶油裡只需要加1點糖，這裡也就20克吧，你先不用着急記，食譜的比例我都會整理好放在視頻的最後。也是像剛才那樣打發到有點厚酸奶的質感，拿出準備好的奧利奧餅乾，不同口味的奧利奧可以做出不同口味的麥旋風。把餅乾搗碎，先倒出一半，剩下的一半繼續搗得更碎，保留一部分大塊一點的餅乾，就會有夾心的口感，更好吃。把它們全都倒進打發好的奶油裡，輕輕的翻拌均勻就好了。装進盒子裡，放到冰箱冷凍凝固就可以吃了。吃的時候还可以像這樣搭配甜筒，在家裡就能實現麥旋風自由了。可能還有人會說，夏天我還想要更清爽一點的冰淇淋，那水果雪芭你喜不喜歡？現在頭茬的西瓜剛剛上市，又甜又多汁。芒果雪芭也是每個冰淇淋店都會有的吧？可以搭配芭樂。蜜瓜做的雪芭真的也很好吃。可以搭配一點青提。先把它們全都冷凍起来，已經冻得邦邦硬了，丟進攪拌機裡。西瓜你可以搭配上旺仔牛奶，怕甜的話也可以用鮮牛奶。西瓜牛奶雪芭就完成了。芒果芭樂裡可以加點百香果和椰子水組合，就是很有熱帶風味的芒果雪芭。蜜瓜青提呢，可以搭配一點无糖的檸檬茶湯，或者茉莉茶湯，從顏色到口感都很清新。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這種超簡單系列的內容？
如果你喜歡的話，記得一定要點讚收藏這個視頻。這期點讚過8萬，我們就來開啟下一期。這麼多款冰淇淋，感覺都夠你在家裡開個小冰淇淋鋪了。那你最喜歡這裡面的哪一款？希望它們能陪你度過一個清涼的夏天。感覺夏天就是要這種五彩繽紛的冰淇淋。我最期待的就是這個抹茶冰淇淋，因為畢竟是名店配方，而且我在宇治和靜岡還真的吃過那邊的抹茶冰淇淋。來嘗嘗看自己做的味道怎麼樣。哇，很綿哎，好像一點冰渣都沒有。哇，這個抹茶味好濃郁，而且吃起來不甜，還有那種抹茶淡淡的苦味。哇，很好吃哎。哇，我覺得這個我真的可以給它打10分。這個自己做的麥旋風是所有這些冰淇淋裡面我感覺最敷衍的。來嘗嘗看味道怎麼樣？感覺挖下去的這個質感跟店裡的麥旋風一樣。哇，店裡的麥旋風也是這樣，好像是很容易化，然後有點黏黏糊糊的感覺。我感覺這個是性價比最高的，因為材料和步驟都很簡單，只要奶油和奧利奧。哇，這太好吃了！這3種顏色的雪芭真的很夏天。不知道為什麼，我感覺这個蜜瓜的更容易化，芒果和西瓜的沒那麼容易化。這個可以用吸管吸，有點水果星冰樂的感覺。哇，我這一口吸進去，直接從頭涼到腳了。今天超級熱，雖然才5月份，但已經30多度了。這個蜜瓜青提的雪芭吃起來會讓你有種春天的感覺，很清爽。蜜瓜的香味又很濃郁。來嘗嘗芒果的，芒果的這個看起來很順滑，它是這3款雪芭裡面質地最綿密的。這味道馬上就會讓你有一種在海邊度假的感覺，因為它都是熱帶的水果。西瓜的就更不用說了，肯定好吃。它竟然都沒有怎么化哎。哇，好冰爽啊！它吃起来的味道就是西瓜牛奶冰，就很經典的那種味道。之前總有小伙伴說我的視頻做的東西太難了，每次看着視頻感覺很簡單，但自己做的時候就不是那麼回事兒。但這一次是不是感覺真的不一樣了？好像沒有不一展身手的理由了。所以趕快收藏這個視頻試試看，評論區等你們返圖。這幾款真的每一款都不踩雷。那最後，如果你喜歡這個視頻，覺得這個視頻對你有用，也不要忘了點讚3連。我們下期再見，拜拜。